帮妻子洗车的时候，我从座位下发现他白月光常戴的那枚男士对戒，上面刻着他和白月光的名字。我拍照发给妻子，她不耐烦，买来带着玩的，你还当真了？我都已经嫁给你了，你还有什么好吃醋的？快把东西拿回去给人家。他不知道，我早就打算给了，包括他。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本以为苏婉又要和周明怀待到很晚才回来，结果刚推开家门，就看到苏婉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综艺，笑得花枝乱颤。看到我，她立刻沉了脸色，朝我伸出手。戒指呢？明白过来，她是怕我把戒指扔掉，才着急赶回来。我不禁内心暗笑，将戒指递过去。苏婉拿到手里，对着灯光仔细地检查着。片刻，她啧了一声，语气烦躁：“秦牧，你实在闲，就给自己找点事干，乱动我车干什么？”我没说话。以前我体谅她辛苦，洗车这种杂事和家里的家务都是我包揽的，她也很乐意。只是后来牵扯到周明怀，他对我怎么都看不顺眼。换作往常，我大概又要着急地跟他解释，然后被他痛斥我狡辩，两人怒火上头，再大吵一架。可现在，我的情绪出乎意料的平静。见我沉默，他又满脸惋惜：“戒指都被你划伤了一道小口，看着都不完美了。”我怀疑他到底是在说这枚戒指，还是在说他和周明怀。对不起，以后不会了。苏婉正酝酿着发作，闻言愣了一下，狐疑地看我一眼，旋即冷笑：“你又在这儿阴阳怪气什么？你做错事，我还不能说你几句了？”他不相信我也正常。曾经得知他和周明怀关系不一般后，每次他维护周明怀，我都会醋意大发。闹得最难看的一次，是我看到他和周明怀十指相扣逛街，我没忍住追过去说了周明怀两句，结果被苏婉当街甩了一巴掌。仔细想想，还挺丢人的。我说真的，以后再也不会了。你……苏婉正要说什么，这时手机响了，看到来电，她没再理会我，立刻笑盈盈地转头接通。显然是周明怀打来的，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苏婉捂着嘴，笑得眼睛都弯了。他对我向来严苛，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脸色向来是冷冰冰的。我从来不知道他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我没有再听下去，转身返回房间。苏婉见我离开，这才朝对面道：“戒指现在在我手里呢，我真没想到你还会留着它。”周明怀也出了声，或许因为苏婉站的离我的房间较近，隔着房门，我将他们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我怎么会不好好保存呢？我又不像其他人，其他人说的是我。那晚我刚加班回来，推门就看到周明怀和苏婉有说有笑的在厨房。苏婉解释说，周明怀是特地帮我庆祝生日的，他还让周明怀帮我挑了生日礼物，催促着让我打开。在此之前，苏婉从来没主动给我送过礼物。听他这么说，我也不想闹得难堪，便暂时放下心结开了礼物。结果拆开便看到一件被剪烂的西装。不等我询问，周明怀走过来，语气委屈：“秦牧，这西装是小婉找人手工定制的，花费了不少心血。我知道你看到我不开心，但也不能这样对小婉的一片心意吧。”苏婉原本在厨房，听到动静出来后，脸色瞬间沉下。我察觉到周明怀眼底的笑意，立刻明白过来是他做的。可不等我刚说两句，苏婉便毫不犹豫冲我冷声喝道：“秦牧，你有完没完？自己做的事还赖到别人头上。明怀一直跟我在一起，他怎么有时间动我送给你的礼物？
而且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难道我是吗？我被他刺得有些伤心，还想解释，苏婉却理都不理，挽着周明怀转身就走。当晚夜不归宿，将我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我找了他整整一夜，想方设法地换手机号跟他解释，现在想想着实没必要。门外，我听到苏婉继续嫌弃，真不明白他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今天你的戒指也被他划花了，肯定又是吃醋。周明怀一如既往道：没关系，婉儿，你不要因为我和秦牧吵架。明怀，你太委屈自己了。两人一唱一和，我都能猜到他们接下来要说什么，没兴趣再听。我戴上耳机，打开英语听力。之前我就有留学的想法，也做了很多准备，但苏婉不愿意，于是我便放弃了。既然苏婉不让我管她，之后我自然要把时间放在更值得的事情上。不知过了多久，一直到苏婉将我的耳机扯下来，我这才看到她不知何时进了门，脸色冰冷地望着我。你还在这儿生闷气？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大气一点？和明怀学一学，他都没有计较你弄花戒指的事。我哑然，我没生闷气，这已经是周明怀不知道多少次对我的挑衅了。最初确实会生气，会跟苏婉告状，但后来发现他不仅不相信我，还会替周明怀说话后，我就释怀了。我还不了解你吗？苏婉冷笑，我以为他又要因为喋喋不休地数落我。这些年，无论做得多好，但凡有一点不对，他都会全盘否定。可谁知这次他竟语重心长：秦牧，我只是不希望你为了其他人做出一些让自己都后悔的事。正当我疑惑他竟然会对我说好听的话时，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明怀不计较了，但这件事你最好还是跟他道个歉。我感觉好笑，但也只是点了点头。苏婉喜笑颜开，你今天情绪真稳定，真希望每次你都能这样。可他不知道，只有一个人彻底死心，才会情绪稳定到什么都不在乎。等他离开后，我手机也收到一条短信，是国外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时间是3天后，也是我和苏婉离婚的时间。苏婉和周明怀都是我的大学校友。当初苏婉在一场很严肃的考试时借我一支笔，自那之后我们便有了交集。逐渐的，我察觉他的心地善良，对他逐渐喜欢，但因为不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一直没有向他表白。却没想到苏婉有一天主动找到我，提出要和我在一起。我欣喜若狂，本以为是我们是双向奔赴，可直到后来领证当天，听苏婉醉酒后哭诉，才知道她始终暗恋周明怀，旁敲侧击暗示过很多次，两人关系却始终没有再进一步。他和我在一起，只是想要刺激周明怀，把他抢回去。就连他答应和我领证结婚，也是因为周明怀要出国。苏婉想用这种方式试探他的心思。那时候我虽然难过，却仍加倍对他好，想要告诉他并没有选择错人。最开始他是接受的。我们婚后相敬如宾3年，除了没有办婚礼，一直分房睡，其他时候都像新婚的夫妻。可直到周明怀回来，他告诉大家，当初出国其实是因为伤心，也在试探他会不会追过去的时候，苏婉的心思又开始死灰复燃。每次我们因为周明怀吵架，苏婉便朝我大吼：如果当初不是和你结婚，我已经和明怀在一起了。但凡我知道你这么小心眼，当初我还不如勇敢一些，和明怀一起出国。最开始苏婉是仗着我不舍得离开他才这么肆无忌惮，到后来他是真的觉得因为我，他和周明怀才会错过。
晚饭的时候，我和苏婉都没说话，气氛似乎有些僵。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吃到一半，他突然问。我想起来，往常吵完架，吃饭的时候，我总是会喋喋不休地跟他说好话，给他夹菜赔罪，直到把他逗笑，然后再被他教训。吃饭不要说话，会把口水喷到碗里的。夹菜的时候能不能用公筷，注意下卫生。但我记得之前他和周明怀吃饭，周明怀对着饭菜打喷嚏，用自己沾过口水的筷子给他夹菜，他都没说什么，还吃得津津有味。你说过的，食不言，寝不语。我淡声回道。苏婉愣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我闷头扒完最后一口米饭后，站起身。晚会儿吃完饭还有工作要做，我先回房间了。你吃完把碗筷放在桌上就行了，我晚会儿来刷。苏婉咬了咬唇，最后还是出了声。秦牧，我们婚礼还没补办，过段时间补一下吧。闻言，我微微有些诧异。往常我每年都要跟他提很多次补办婚礼的事情，他都毫不犹豫拒绝了。有一次我暗中想给他惊喜，也被他发现后训斥了一顿，怪我没事找事。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来要补办婚礼，但很快我反应过来，估计他也是随口一说。往常我们吵完架，他为了给我台阶，会主动提出要和我度蜜月，或者要带我吃海鲜大餐、看电影。每次我都用心准备，做旅游攻略，可等我再提起来的时候，他却满脸不耐烦，各种借口推辞。我拿出他的许诺，他却还怪我太认真，不知道变通。这次婚礼大概率也是空头支票，我也没心思拆穿，点了点头。你安排就好。我的语气很平常，可他的脸色竟然有些烦躁。眼看他要发作，我直接进了卧室。等再出来的时候，碗筷和餐桌已经被整理好了。我感觉有些反常，他十指不沾阳春水，从来不会做这种家务的。有次我出差3天，他把碗筷在水里泡了3天，专门等我来刷。这次竟然这么积极，但很快我便接到了他的短信：明怀胃不舒服，我送他去趟医院，你先休息。见状，我也反应过来，他是在用做家务这件事来弥补自己去找周明怀的愧疚心，也正好能腾出时间继续学习了。夜深人静，我的效率也出奇的快，很快便看完了入学手册，又顺便逛了逛论坛后，早早的上床，戴着耳机听着英语单词睡觉，一觉睡到第2天。我从卧室出来的时候，看到苏婉正阴沉着一张脸坐在沙发上，眼白有些红血丝，看起来似乎一夜没睡。他对周明怀还真是尽心，往常我生病，他能送我去医院就很好了，我根本不敢奢求他会陪我一整晚。你卧室的门为什么反锁？我敲了半天你都不开。他气急败坏地问。我一头雾水，你敲我门干什么？他哽了一下，气势弱了几分。我昨天出门，你一通电话都不给我打，难道你不怕我遇到什么危险？我笑了，这里治安这么好，哪有危险？而且你和周明怀在一起，他一个大男人，有危险还能不护着你？苏婉脸色涨青，说不出话来。这些都是他之前跟我说的原话。以前他每次深夜外出，我都着急的给他打电话，可他每次都不接，一直到我发短信让他回消息，他才姗姗回一通电话，不耐烦地抛出这句话。苏婉的脸色晴了又阴，最后他深吐了口气：秦牧，我们别闹了，行吗？说着，他走上前，整个人几乎都要贴到我的身上，柔弱无骨的一双胳膊攀上我的脖子，想要抱住我。换作以往，我看到他这样，早就忍不住动情了。可此时，我却内心十分平静。
脑子里没有一丝杂念。我不动声色地将他的手拉下来，淡声道：“时间不早了，还要去公司呢，我先走了。”说完，我没看他的脸色，推门离开。到公司后，我向公司提了离职，公司象征性挽留了2句后便批准了。离开的时候，我听到有同事窃窃私语，猜测我是因为家事频繁请假才会被辞退的。之前上班的时候，苏婉经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联系我，我没有第一时间帮她解决，她便会生气，觉得我不在乎她。因此，我在公司经常请假，同事们也笑我妻管严。之前我还乐在其中，觉得自己做了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想想，真是莫大讽刺。毕竟感情阴晴不定，只有事业才不会背叛自己。从公司离开后，我去找律师咨询离婚。我和苏婉的财产划分很明确，没什么纠纷。离婚按理来说办的应该很顺利，结果律师看完证件后，眉头紧皱，道：“你这个结婚证是假的。”“假的？你在哪儿办的？”律师问我。我想起来，当初办证的时候，等到一半，苏婉嫌弃太慢，说要找人帮忙办，拿着我的身份证离开后没多久，便给了我这张结婚证。也就是说，我和苏婉这3年来，夫妻的身份是假的。他是担心自己反悔的时候，我不跟他离婚，所以还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我忍不住被逗笑了，他还真是个人才。也正好，我原本还担心他会不同意离婚，现在看来自己着实多虑了。我又准备了些出国要用的东西，订了今晚的机票。回到家里，原本想要告诉苏婉这件事，结果刚进家门，我看到苏婉正在化妆，一张小脸精致，衬衫短裙，裙摆遮到膝盖。趁着她姣好的身材，她悄悄从镜子里瞥了我一眼，随后站起身，从旁边拿起一套西装递给我，语气不自然道：“一会儿换上它，晚会儿我们去拍婚纱照。”我已经约了摄影公司，我本来是想推辞的，可又想了想，还是没忍心。我清楚辛辛苦苦做好的计划被打乱的一团糟之后是怎么样的感受，而且这似乎是苏婉第一次遵守自己的诺言。在一起这么久，留下几张照片做个纪念也不算过分。我从他的手里接过西装，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苏婉似乎松了口气。到摄影公司后，我们分开上妆。我不太喜欢化妆的过程，好在化妆师夸我的皮肤不错，五官也立体，只需要简单遮瑕就可以。没多久，我便从化妆间出来，往取景的走。刚走到一半，我远远的便看到苏婉被一个男人举得高高的，苏婉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姿态看起来十分亲密。摄影师站在不远处帮他们拍着照片。迟疑2步后，我走过去，苏婉看到我，刚才还笑着的眸子里蓦地闪过几分慌乱。不等他说话，周明怀率先出了声：“秦牧，你怎么也在这儿？你别误会，我和婉儿恰好遇到，想着之前分开太遗憾了，所以才想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的，真是不好意思，没想到把你晾在这儿了。”我没说话，径直朝他走过去。苏婉立刻侧站了一步，挡到周明怀的面前，双手微微张开，呈保护的姿势，就连他看我的眼神都多了几分警惕。“秦牧，你干什么？”周明怀说的是真的，拍照留念这件事也是我提出来的，你有什么火冲我来？我脚步停下来，低笑一声：“你误会了，我没想发火，我只是觉得既然要拍婚纱照，怎么能没有新郎的捧花？”说完，我将捧花塞到苏婉的手里：“你们慢慢拍，多拍几组，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说完，我转身准备离开，刚走2步，
手腕被攥住了。苏婉看着我，语气别扭：“秦牧，我今天真的是想要和你拍的，婚礼也是真的，我已经约了婚庆公司。今天的事真的是意外，等明天，我们明天再拍婚纱照，行吗？”我没想到他竟然会跟我解释，往常他从来不会，只会斥责我想得多。心脏，我又往他身后目光得逞的周明怀扫了眼，估摸着他还是怕我破坏吧。我淡笑，我都行，不拍也行。秦牧，他似乎还想要说什么，一旁的摄影师有些等不及了。苏小姐，现在拍吗？晚会儿我们还有3个外景，下午有雨，不赶紧拍的话，只能等到明天再补了。闻言，苏婉匆忙道：“拍，你在家里等我。”他冲我叮嘱完，便着急地重新回到周明怀身边，开拍前帮他整理乱掉的领口。我看着这幅画面，心情竟没有一丝波澜，但也想明白了，我离开这件事似乎根本不需要告诉他，或许他心里也并不在意。我转身离开，打车回到家，将身上的西装换下来后，整齐地叠起来放在一旁的沙发上。旁边的墙上贴着我和苏婉合照，已经泛黄落了灰。我本来想把这里做成照片墙，贴满我们的照片，可苏婉告诉我她不喜欢拍照，就连这张照片都还是我趁苏婉心情好的时候闹着她要拍的，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我将照片撕下来扔进垃圾桶，收拾完自己的东西后，我才发现这3年的时光竟然一个行李箱就装满了。将钥匙放在旁边的橱柜，我大步走出曾经往返上千次的家门，只不过这次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的一天了。我打车到机场，不多久准备登机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苏婉的电话。电话那端，她的语气急促紧张：“秦牧，定位显示你在机场，你在机场做什么？”没想到苏婉这么快就会发现，我有些诧异，可很快便反应过来。当初有段时间我在外出差，为了让苏婉放心，我特地给她绑了我的手机位置，只要她愿意，随时能看到我在哪儿。她和周明怀拍婚纱照圆梦的间隙，竟然还有心情想到我，我忍不住嗤笑。毕竟往常每次她去找周明怀，我的消息都会被他自动屏蔽。不等我回话，很快周明怀的嗓音传来：“婉儿，你别着急，说不定秦牧只是送人去机场。”我本以为苏婉会一如既往地相信他的话，就此罢休，可谁知这次他像是没听到周明怀说话一样，再次朝我出了声：“秦牧，你说话。”我叹了口气，如实告诉他，我要去国外留学。留学？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苏婉语气有些着急。我可是你的妻子，你的枕边人，真的是吗？我反问。对面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很快沉默下来。而且留学的事情，我跟你提过很多次，只不过你不在意罢了。我淡声回道。自从周明怀回国之后，他的全身心都放在了他的身上。为他接机那天，他刚将我从公司约出来陪着逛街，接到电话后，他连声招呼都没打，将我扔在店里便离开了。我等了半个小时，打不通他的电话，以为是遇到了危险，强逼着商场的人调监控。结果真相大白，换来不少店员的一顿讥讽和嘲笑。这种事已经太多次了，多到我回想起来，甚至都感觉不到难过，只觉得麻木，没意思。听筒里再次传来周明怀自责的嗓音：“对不起，婉儿，我明白了。秦牧还是在生我的气，他是因为我才要走的。秦牧，我真的只是想和婉儿拍张照片，弥补遗憾，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想到你会反应这么大，你回来吧，婉儿很担心你。”
他的话刚说完，苏婉便打断了他：“明怀，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随后，他又无奈地朝我道：“秦牧，我知道你还在因为今天的事不开心，但我也说了，明天会补偿你的。你还在无理取闹什么？别闹了好吗？你现在回来，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淡笑一声，感觉有些无力，但我还是认真地告诉他：“苏婉，我没有闹，留学这件事我已经准备很久了。这些年，我陪你学习，陪你考试。其实你想去的那所学校，我每年都考上了，只是想跟你一起，所以每年都在陪你重考。最开始想要留学的事情是苏婉提出来的。那段时间，她每天学雅思，抱着书学的天昏地暗。她说想要去国外看更多东西，但我能看得出来，她只是想去国外找周明怀。我没有拆穿她，每天工作回来，无论多累，都会陪她一起学习。到后来学得越多，我却发现自己知识越贫乏，也有了想要出国深造的念头。只是接下来的考试，他的成绩够不到线，我即便高分过线，也不敢告诉他，只能更加努力地陪他一次次考试。看着他成绩终于碰到录取线的时候，周明怀却回来了。他再也没提过留学的事情。我后来试探性地问过他还要不要出国，可他毫不犹豫地便否决了，说自己突然想明白了，不舍得离开这里。他不愿意出国，所以那时候我即便有想法，也打消了念头。苏婉似乎也想起了这件事，沉默了半晌，语气又恢复了之前的冷漠。那你准备在那里待多久？不等我回答，他又道：“我陪你一起。”我有些诧异，没想到他会说这句话。周明怀在一旁疯狂阻拦：“婉儿，你别去。国外没你想象的那么好，你一个女孩子现在的生活是多少人羡慕的，何必要受那种苦呢？”苏婉语气淡淡：“明怀，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周明怀不甘心：“婉儿，你再想一想，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你身边，我不想眼睁睁地再看着自己爱了这么多年的女孩子离开自己，你就算为了我，别走好吗？”苏婉语气诧异地问他：“你刚才说什么？”紧接着电话挂断，听着那端的嘟嘟声，我恍惚了一瞬，自己似乎又成了苏婉刺激周明怀的工具人。不过也无所谓了，我办好托运，登了机，把手机关机，睡了一觉。等再醒来，飞机已经停航到了国外的机场。因为提前做过准备，去学校的路上非常顺利，甚至我还帮一个同样在外留学的同乡女生指了路。巧合的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竟然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叫郑小燕，全班好像只有我们，其他都是老外。她偷偷给我传了张纸条，我想了想，向她介绍自己后，跟了一句：“好像我们两个才是老外。”她看到纸条，笑得前俯后仰。她口语不是很好，和其他同学交流有些艰难，于是遇到难题便喜欢找我。每次作为感谢，便送我一些自制的小点心。一来二去，我们也熟识了。有次下课回出租房的时候闲聊，他随口一问：“我好像没见你和女朋友打过电话，你现在还是单身吗？”我一时间没想到怎么回答，最后坦白道：“我结过婚，虽然是假结婚，但毕竟当时是真的按照结婚的心态认真对待的。”本以为他会惊讶，可谁知郑小燕却像是听到一个很平常的消息，好奇问我：“那你们离了？”我点了点头，算是吧。他没再继续问下去，有些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没事，人生就像坐公交车，每一站都有人上车同行，每一站也都有人在下车过自己的人生，这很正常，别难过，总会有更合适的。”
我朝他道了声谢，其实早就不难过了。这段时间，如果不是他主动提起，我几乎很少再想起苏婉。他也有段时间没再联系我了，估摸着这时候已经得偿所愿的和周明怀在一起了。然而我没想到，这天刚回到小区，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站在出租房的楼下。不是苏婉，还能是谁？你怎么在这儿？走近后，我疑惑问道。苏婉听到声音，抬眼看我，眼眶突然就红了，直接朝我扑过来，双手握拳，用力地捶打到我的身上。我感觉莫名其妙，拦住他的手，和他拉开距离。你干什么？他的嗓音哽咽。秦牧，你闹够了没有？这段时间我给你打了多少通电话？你的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我更摸不准他在想什么了。我已经给他和周明怀腾出位置了，他不好好的和周明怀在一起，给我打什么电话？还找我？以前我们吵架，我被赶出门，他都不会主动找我的。我一头雾水，却还是如实回答他，手机号在这里消费太贵，不划算。我又办了新的号码，原来的已经不用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他惊愕地望着我，眼里弥漫着雾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这么生疏？我提醒道。你忘了吗？我们已经没关系了，结婚证是伪造的，你对我的感情也是假的，我们之间分开，已经不需要什么仪式了。苏婉正在原地。你觉得我们的感情是假的，难道不是吗？从一开始你就是为了刺激周明怀才和我在一起的，你对我根本没有感情。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对他患得患失的我才会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护。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摊开来和他讲过，但我们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苏婉嘴唇嗫嚅，想要说什么，却只是哑了哑嗓子，最后沉默下来，顿了许久后才眼神恳求地冲我说道：以前我不知道，可我现在已经看清楚自己的内心了。我们忘掉之前的事情，重新开始，好吗？他小心翼翼的模样让我有些恍惚。在我们的感情里，卑微的人从来都是我。苏婉向来都是高高在上的，他现在是在求我。那周明怀呢？不等苏婉说话，这时周明怀不知从哪里走了过来，神情失落地走到我们面前。秦牧，你不用担心，我已经答应了婉儿，会退出你们，是我的不对。其实婉儿已经从当初的感情里走出来了，是我一直走不出来。以后我会消失在你们的生活里，不会再打扰你们了。这份爱意我会默默保存在心里的。说着，他的眼眶里竟然落下一滴泪来。我忍不住想为他鼓掌，这种演技不进娱乐圈拿小金人，真是可惜了。我抬眼朝苏婉望过去，却看到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对此，我毫不意外。对不起。苏婉朝他道歉。我刚要说什么，这时一个刚学会骑车的小孩子突然骑着单车歪歪扭扭地朝着我们的方向冲了过来。他大喊自己不会刹车，让我们躲开。不等我动作，我看到苏婉已经下意识地拽着周明怀躲到了安全的地方。脚步停下的刹那，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什么，苏婉着急的又要去拽我，却被周明怀拦住了。婉儿，危险！我看得好笑。是啊，多危险啊！我一手摁住小孩子的车把，一手护着他，将他从强行拦停的单车上顺利接下来。他的脸色煞白，连忙跟我说对不起，小事一桩，没什么需要道歉的。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呢。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也没办法确认苏婉的心到底是更偏向谁的。我抬眼看向苏婉，她的脸色苍白，仿佛褪去了所有的血色。她大概就连自己心里也不清楚，到底心是偏向谁的，又或者她的心放在了天平的中间，
而我和周明怀被架在了天平的两侧，因此他摇摆不定。但任何事物都可以如此，唯独感情不行。至少这种爱情我不需要。我收回目光，耐心地告诉小孩子怎么刹车后，摸了摸他的脑袋，笑道：“去玩吧。”小孩子礼貌地冲我说了声感谢，便离开了。我没再理会他们两人，转身上楼。秦牧、苏婉带着哭腔喊我的名字，一旁的周明怀劝他：“婉儿，别再这么折磨自己了，他根本不在乎你，你还是跟我回去吧。我可以把你让给他，可我不能让你这么委屈自己。”我听得反胃，加快脚步将两人甩在身后，直接上楼。本以为和苏婉的事情就此结束了，可谁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当我回家，都能看到门口放着小礼物或者刚做好的饭菜，像是才好了时间送过来的。我倒是没有想到苏婉会这么不死心，往常她从来没有对我这么有耐心过。又或许是因为当初她知道我离不开她，毕竟被偏爱的才会有恃无恐。饭菜和小礼物我一口没动，直接扔进了垃圾箱。可苏婉似乎还不甘心，又开始在我们上课的地方出现。她长相姣好，不少男同学见状纷纷找她聊天，问她来这里找谁。她笑着看向我的方向，说是找男朋友，随后故意坐到我的身边。四周的呼声顿起，她拿出一支笔递到我面前。对不起，她小声道，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对上她的眼睛，收拾好东西，坐到前面正吃瓜的郑小燕身边，淡笑道：“不好意思，我有女朋友了。”苏婉僵愣在原地，整个人像是碎了。从那之后，她没在我面前出现。从周明怀发出来的动态里，我才知道他回了国。周明怀主动关注了我的账号，发过的动态总会推送到我的手机上。我尝试取关几次没成功后，也懒得再研究，每天专注在学习上。几天后，我看到周明怀又发了一条动态，9张配图，首页便是两人的结婚证。这次能看得出来是真的。接下来的照片是他和苏婉的婚纱照。苏婉穿着白色款式繁杂的婚纱，明眸皓齿，挽着身边西装革履的周明怀。曾经我幻想过无数次，苏婉如果真的和周明怀结婚，会让我怎样的发狂。可此时才发现，不过如此，掀不起我心里的丝毫波澜，甚至还有些庆幸，苏婉已经把我都拉黑了，我还少交一份份子钱。接下来，周明怀又频繁发动态，两人的新婚蜜月，谁给谁做了甜点，谁又给谁发了红包，就连苏婉的朋友圈也在炫耀，下面评论都在直呼两人好甜。这些是一些极少知情的同事截图发给我的，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到之前我和苏婉假结婚的那段时间，我也为她做过很多次，让他在朋友圈夸一夸我，可他却嫌弃我太幼稚，不够成熟。你的生活到底是给自己过的，还是给朋友圈的人过的？见他生气，从那之后我也不敢再提。我简单跟同事解释情况后，便告诉他不用再打扰他们，生活总是要往前看的，过去的事情只会影响解题和工作的效率。他们结婚的这段时间恰好是考试周，我白天兼职，晚上在图书馆加紧复习，每天恨不得把睡觉时间都省掉。这天正急匆匆地赶往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郑小燕撞了个对面，一时间有些尴尬。由于上次不经过郑小燕的允许就拿她当挡箭牌，我总能察觉到她像弯刀一样的眼神。我有些心虚，几次想请他吃饭，跟他道歉，结果话到嘴边，就看到他又瞪我。我估摸着他短时间内可能不想见到我，
心里还是想着让他先冷静冷静，总不能因为我影响考试和毕业。我正措辞着要怎么缓解尴尬，他率先出了声：“你这是不打算对我负责任吗？”我愣了一下，负责任这么严重？随即反应过来，我连忙解释：“没有，我打算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请你吃饭，跟你道歉的。上次真的不好意思。”他表情无奈，缓步走到我面前，在我满脑子问号的时候，牵起我的手。温热的小手让我的大脑有一瞬间的僵滞，我下意识地想把手抽走，结果他握的力道更紧了。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上次都说你是我女朋友了，大家也都觉得我是你女朋友了，难道你不打算负责任呢？啊，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了？我不好吗？你不喜欢我吗？还是说我比不上你的前妻？他认真地朝我问道。我连忙摇头。郑小燕和苏婉是不同类型的美，两人各有千秋。如果说苏婉像是柔曼，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的菟丝花，那郑小燕便是坚韧，让人望而生畏的冬季雪梅。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勉强？他疑惑地问我。我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最后问他：“你是不是因为生气，所以在拿我消遣？之前那件事之后，你明明那么讨厌我，讨厌你。”郑小燕偏头，有些茫然：“我没有啊，什么时候的事？”他的语气很认真，见他没有骗我的意思，我跟他解释：“上次之后，你一看到我就瞪我。哦，那是我看到你还不约我吃饭，在暗示你。可我刚离婚，那又怎么了？离婚又不是死了。”我被他的话噎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还是劝他再考虑考虑。郑小燕似乎有些失落，但也没多说什么。结果当晚发生了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晚上回到出租房洗漱完，准备休息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敲响了。我打开门，看到郑小燕站在门口，几个搬家工人大包小包的将东西放在了门口。我差点一口水喷出来。不等我说话，郑小燕便张罗着让人将她的东西搬进去。等到房间只剩我们两人之后，她才认真对我说道：“我想通了，我那边的房子也已经退了。我知道你怕我是骗你，但我认真的。很久之前我就喜欢你了，只是一直不敢跟你表白罢了。我们可以先住一段时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是和你在车上同行时间最长的乘客。”看他势在必得，我没再阻拦。当初我喜欢宽敞，所以本就租的两居室。他住进来之后，房间也并不显得拥挤。接下来的时间里，正如郑小燕所说，他保持和我同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考证。在工作上，他比我毫不逊色；在生活里，他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没有了事业上的强硬，完全是一个需要关怀的小女生。和他相处十分的轻松。3年后，我们顺利毕业，各自互不干涉，进入了心仪的公司，拿到了高薪的酬劳。又过了2年，我们相约一起回国。没多久后，我们互相见了双方的父母，彼此都很满意后，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婚礼当晚，我和朋友们喝酒的时候，无意间得知了苏婉的消息。据说婚后没多久，她就和周明怀离婚了。原因是她在周明怀的车上捡到了一根不属于自己的半根口红。随后，不论周明怀怎么说，她都坚持离婚，两人不欢而散。后来离婚的时候，两人又大打出手，闹得非常不好看。向我说这个消息的人直唏嘘，果然是秀恩爱死得快。我却觉得有些诧异，没想到苏婉会因为这件小事和周明怀离婚。我还以为他不在意呢，但我并没有继续关注。过去已经随风去了，我爱的人还在等我。以上
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